大家好，我是面具人。哎呀，这国际上又出大事了，不得了，不得了！标题你们也都看到了。你们看到了面具人我肩膀上的这只粉色的小鹦鹉了吗？它的名字叫做 Trump， 是我的老宠物了。面具人，我纠结了很久，终于决定把它带上一起做节目。如果各位有想要经常看到这只小鹦鹉的话，请留言告诉我。哦，对了，顺便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我昨天为啥没有更新视频啊？因为我昨天在整理办公室搬一些东西，所以呢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节目了。但是呢，这个币的买入信号呢，我也还是在我的会员群里以及会员公告里面通知了。蛋糕币当时呢，我通知的价位，我当时说的是15块钱，就很难再跌了，赶紧入场吧，入了就是赚。平头哥，我当时推荐的入场点位是也非常的合适，12块钱、13块钱多。面具人我一直都在说，有种给我把比特币往2万的去砸，有种你把你的比特币给我5毛钱美金卖掉，否则呢，这个加密货币的市场就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没有人会傻到把这个聚宝盆给毁了的。怎么样呢？我就知道，你看啊，昨天这个砸盘结束了以后，加密货币肯定会回温的。我就早在会员群里面告诉大家了，别慌，别傻兮兮的被机构雇佣的那些网军骗了，被骗割肉。你割肉就代表有人盈利，懂了吗？而且呢，面具人前天给大家推荐的平头哥是不是好东西呢？买了的都知道这个玩意儿有多好呀。那我今天会在节目的最后给大家继续分析的。在这里啊，面具人我想要告诉你们，这个币呀，跌的时候你不要慌，跌的时候就是别人赚钱的时候，就是你赚钱的机会。币圈就是这样，你赚到的都是别人割肉的钱，听懂了没？非常的现实，非常的丛林法则。币圈赚钱就是这样呀，前面人进场早的割后面人进场晚的韭菜呀，这就是游戏规则，愿赌服输。你总不能说，你上擂台和别人打拳击，然后呢你打输了，你怪别人出手太重，把你打趴下了，对不对？而且呢，这个擂台都是公开的，你要和哪个人对抗，也是提前知道的，安排好的比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竞赛呀、比赛呀，只要没有欺骗和内幕，大家都是打明牌的话，涨跌就应该输赢愿赌服输，对不对？那今天咱们主要来说2个大事啊，这2个消息呢，会对国内国外华人的资产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呢，咱们来说第1个消息啊。节目开始之前呢，点赞关注，打开小铃铛啊。美国参议院前天呀通过了一项提升美国与中国技术竞争能力的法案，中国人大呢则狠批该法案意在遏制中国的发展。同日呢，白宫也宣布了建立行动小组来对抗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很多人说，拜登亲共呀，拜登不会跟中共搞对抗呀。那面具人，我告诉你们，你想多了，民主党可比共和党阴得多。你看拜登表面上看起来很平和，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激烈，对不对？没有川普那样的咋咋呼呼。可是呢，拜登呀，他总是背地里搞你一些想不到的东西。外界呢则认为美国推出这个法案就是把矛头指向中国。这个法案叫做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最终呢它是以68票赞同32票反对的高比分通过，真的是民心所向呀。这也代表了美国大多数的民众和官员是支持要提高美国对中国的竞争力的。
这项法案授权了约有1900亿美元，以此来让美国加强技术和研究，并且呢，还单独批准了500亿美元来增加美国在半导体和电信设备方面的生产和研究。法案中还包括动用15亿美元支付一个基金会，以提高美国在5G 无线技术方面的竞争力。该法案呢，还必须由在众议院投票通过，才能递交给白宫，由美国总统拜登亲自签署成为法律。支持这项法案的议员称之为美国几十年来对科学研究的最大投资。所以呢，各种技术类呀、半导体类的概念股也是应声上涨。同样呢，美国加大对 5G 技术呀、无线通讯技术的投资，这对币圈来说，像是这种互联网金融、虚拟金融，也是一个大大的利好。那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有没有想过？这是因为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业的份额已经从1990年的37%下降到了现在只有12%左右了。这个下降的幅度落差非常的大，而且呢，美国它的芯片短板缺陷呢，已经暴露出来了美国供应链的脆弱性。所以呢，美国要加强这方面的竞争力。确实呀，随着世界信息的互通，互相交流学习的便利度在提高，各国的发展速度也都在增快，美国的世界霸主的优势也确实在渐渐的减小。拜登他为了保证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他就会在科技领域、经济领域想办法。这科技领域就是经济的基础呀。那经济领域方面呢？面具人，我想问你们，全世界要不要用美元？要吧。OK， 那你们看好了啊，美国在接下来未来的几年里，它不但会在科技领域，就连军工呀、民生呀、基建呀，它通通都会印钱。为啥？你来想嘛，我把这美元印出来了，我的经济就盘活了呀。老百姓、资本家手里面就有钞票了呀，你甭管这个钞票值不值钱，但是呢，短期内甚至呢中期内，他的这个钱就是能流通的，然后呢，他能用这个钱干的事儿就会变多了。那美国人、美国的资本家以及与美金挂钩的各种各样的人就有钱可以贸易了，那谁还管你别的国家愿不愿意呢？尤其是那些美债持有量大的国家，他们就更难受了。就这你还没算10月份拜登的6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投资计划呢。太可怕了！这民主党一直印钱印下去，这个源源不断的美钞流水，这些水哪怕只有1/1000、1%的概率流入到了币圈，那都是吓死人的。所以说呢，这个加密货币市场呀，它还是很有前景的。不但如此呢，老共目前呢，就是共产党，他目前来说呢，他还是不希望这个币价涨太快的，而且呢，他也不希望这个币圈有太多的散户老百姓进来玩。为啥呢？这个币价一涨，别人尤其是中国人这种容易眼红的人，一看别人赚钱了，别人投资了，那我也要投资，我也要干，对不对？二一个呢，因为呀，大家都投资了加密货币以后，这加密货币大部分又都是以美元结算的，加密货币又是可以对接世界资本的，自由兑换各种外币的，对不对？那这样来说，对老共就不好了嘛。共产党它目前限制你每年往外汇多少美金、欧元，又限制你把这个钱转移到国外，他为的是啥嘛？就是为了锁住中国老百姓的钱，不让他把钱变到外国的现金嘛，对不对？可是呢，如果说玩了这个加密货币的话，等于说这散户在里面玩，那就是把钱流到国外了嘛，对不对？按照文革时期的说法，那就是通敌卖国呀。就相当于把自己的资产送给了万恶的美帝国，送给了万恶的外部国家。
所以呢，共产党他现在就是要以各种形式、各种宣传、各种命令的方式去禁止加密货币的交易。但是呢，这个国有加密货币它不能停，为啥？因为呀，这个加密货币在未来是世界各国在金融领域互相争霸的一个好东西，并且呢，也是他们吸收国内泡沫进行蓄水的一个好蓄水池。不仅如此呀，我们也可以从中国将私人加密货币资产列为国有外汇储备资产的这个通告，就能了解到，以后呀，在中国私人加密货币资产必须通通上报，因为这个立法，这个通告基本上已经明确了，私人加密货币资产是国有的，是公共财产，听懂了没？那你的财产就必须通通上报，而且要交税，不上报的、不交税的，就是违法侵吞占有公共财产罪。你看啊，面具人，我预言啊，向来都是很准的。我之前是不是还预言了那个以后呀，在中国投资加密货币要考专业的资格证，加密货币投资人会在中国成为一个专业的职业。你看，我当时说完了那个话以后，没过几天，中国的正式通告就出来了，对不对？其实呀，不仅中国，全球都在把加密货币的地位合法化。合法化了以后呢，就会附加税收、监控、监管。很多人会觉得这不是个利好消息，但是面具人，我告诉你们，这其实就是个利好消息。因为呀，你们想一下啊，国家想要收这块的税，那他怎么收税呢？他怎么样才能保证他收的税更多呢？是不是有量了，他的收税就会更高？那么怎样才能保证有量呢？那他就会去推广，对不对？尤其是美国、中国这种缺钱的政府，无论他们是配合机构割韭菜，还是让赚了钱的人去交税，这两头政府都是稳赢的。不管你是亏钱还是赚钱，政府都是赚钱的，这就是游戏规则。政府是最高的赚钱机构。只是呢，在中国呀，以后这个加密货币你想赚钱那都是不可能的。为啥呢？因为你赚到的钱都是数字人民币。你看比特币对数字人民币香不香，爽不爽？而且呀，以后在中国呀，你想要投资加密货币，就跟那个股票、基金、期货差不多了，你必须得到专业的投资机构去开户，然后呢把钱放进去，然后呢每个月或者是每周领一个周化收益、年化收益，然后呢剩下你的钱啊，你的数字人民币都是被放到那个蓄水池里面了。更可悲的是，在中国以后就不存在这个钱的概念了，以后只有劳动力，你的劳动力换出来的数字还要被这些专业的机构给你所谓的委托掉。哎，爽不爽？所以呢，你们未来的资产还是要重视的。你甭觉得好像大家以后都用数字人民币了，大家都成了无产阶级了，大家都没钱了，这共产党就不会压榨你们了。那面具人，我就想告诉你们啊，资产只是劳动力的一个计价单位。在共产党眼里面，什么最值钱啊？那就是生产力，听懂了没？也就是说，你们最原始的生产力、工作回报才是共产党想要的。可惜啊，这个加密货币、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它只是为了用来控制你们生产力，用来刺激你们生产力的一个好东西。你可能会觉得，哦，我今天辛辛苦苦的干了一天活，然后赚了那么一点数字人民币，然后呢，我想要投资一点有价值的东西，让我好赚钱。可惜呢，一切都在最高权限、最高大数据的钥匙的持有者的手中。谁呀？共产党呀，对不对？啊，好了，最后给大家来揭晓一下，那就是面具人看好的平头哥。
这个平头哥它的价值和潜力究竟在哪儿呢？这个平头哥呀，它的英文名称叫做 Bandger DAO， 也是我近期持有和留意的已经购买入的币种。我非常看好这个币的潜力，为啥呀？你们看好了，现在呀是 DeFi 的狂潮，你像什么 MKR 呀、蛋糕币呀、独角兽等 DeFi 币种都有稳定的被动收益和涨幅，等于说流动性挖矿啊会慢慢的分流显卡挖矿的市场，懂了没？同样是横盘，那蛋糕币 Cake、 平头哥这些币就比那些什么狗狗币呀、狗屎币这种只靠消息面来控制涨跌的币要好很多。因为大家都是横盘，可是呢人家有被动收入，你就没有，那你就是亏嘛，对不对？而且你还别算通货膨胀，这个货币贬值，那你就更亏了，对不对？那这个 Bandger DAO 呢，是一个近期被外国加密货币社区热烈讨论的一个 DeFi 项目。它要做的事情非常的简单，就是将比特币带进 DeFi 的世界。平头哥呢是一个分散的自治组织，而这个组织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构建一个加速比特币作为其他区块链抵押产品的基础架构。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自治生态系统，来自 DeFi 的项目方和人员可以聚集在一起，协作并构建空间所需的产品。DAO 中的所有权限将共享，并且呢，使开发者能够采取一样的激励措施，而分散式的治理可以确保这些激励措施对所有的各方保持公平，大家都能赚到钱。平头哥的角色有点类似于专业的 Yearn， 他呢是目前唯一的可以将比特币带入 DeFi 世界的助攻手。Bandger 的产品呢还有一个叫做 Sats 的，那这个也是类似于 Yearn 的金库。Sats 的功能呢是作为自动的 DeFi 聚合器，专注于代币化比特币的资产。用户在 Sats 中抵押的时间越长，它的乘数奖励也就越大，赚取的被动收入也就越多。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可以能看到更多的在以太坊上面使用比特币金融工具的融资，比如比特币的中立策略、基础管理、新的组合策略、杠杆交易、投融资。可以说呢，无论是蛋糕币还是平头哥，都在逐渐的把加密货币的价值从人们的信心转变为现实世界的使用价值。我相信呢，随着比特币在 DeFi 上面的服务的不断改善，平头哥呢也将会得到大幅的增长。目前来看呢，平头哥是唯一的以太坊上面比特币的一站式商店，可以说呢是起着帮助比特币弥补短板、稳定自己的币王地位以及压以太坊一头的大作用。所以呢，平头哥的价值到底有多大，我相信各位心里面已经有数了。哎呀，这个平头哥现在你让我说起来，我都有点蛋疼。面具人前2天真的是有点飘了，我是从 15.5 开始抄平头哥的，我当时认为我在抄底儿，可是呢，我只是从半山腰开始抄的，15、14、13、12、11，炒到了12块钱的时候，我几乎就已经快没子弹了。不过呢，综合算下来，我抄底还是赚了。大家都在忙着割肉，我呢就是忙着在收他们割下来的肉。而且呀，我会员群里面的群友有很多人呢，抄到的点位比我还低，那都抄到了13、12块左右了。在这里面具人最后想再给大家说一下心态你们也都看到了，每次大跌的时候总是有傻子割肉，然后呢，人家傻子割肉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些聪明人的赚钱时机，对不对？虽说呢割肉也不都一定是负面的，可是呀，
有时候这个割肉割得好，那就是艺术；割得不好就是傻嘛，对不对？网上不是还有流传说，梭哈是一种智慧，梭哈梭哈梭哈。你看人家都说了，梭哈全部家产压进去就是一种智慧。那么面具人我也想说了啊，我补充一下，梭哈是一种智慧的下半段话啊。梭哈是一种智慧，割肉是一种艺术。这个割肉呀，你割得好就能挽回损失，赚更多；你要是割得不好，那就是万劫不复，纯亏嘛。那针对于割肉是一门艺术啊，这个内容呢，由于时间有限，面具人我会留在明天再讲，或者大家也可以进入面具人的会员群组啊，直接聊天交流分享实战的买入卖出的信息。点赞、订阅、转发这个节目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到我的邮箱里面，就可以获得面具人的专属会员优惠哦。哦，对了，你们发邮箱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了啊，仔细审阅邮箱上面的每一个字母，因为最近有骗子冒充我，他那个邮箱啊复制的就差1个字儿，你一眼看上去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好了，拜拜，我们群里面再聊。